金圈少爷们包下冈仁波齐的营地，就为了看我磕完10000个长头。这阮之威还真是有韧劲，为了求霍哥原谅，竟然真把自己当成朝圣的。这是他欠角角的，差最后一个头了。把你的冲锋衣脱给角角垫脚，再跪下来舔干净他鞋面上的血水，就算你赎罪圆满。赌1000万，这条舔狗肯定为了霍哥的一句原谅，连内衣都愿意脱。听见了吗？脱了。这是你第99次求复合，我今天就大发慈悲赏你个名分。霍奇霄，我不求你原谅了。哟，这次换路子了，不跪了，改摔东西了。霍哥，我加注500万，赌他10分钟之内跪回来。那串佛珠可是你亲手给他的，我也加500万，赌他最后还是会跪，毕竟这可是他第99次求复合。阿迟走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活下去的顾忌了。志威，别逞强，风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冻死在这儿了，齐霄哥哥该多扫兴。毕竟你的罪还没赎完呢。手都冻裂了，先喝一口。赎罪归赎罪，我没想真逼死你。志威，最后一个磕完，这事就结束。我会带你回京，给你个名分。不用了。角角冷不冷？要不先回帐篷？我不冷，就是担心志威，他弟弟还在山下等他回去呢，别太为难他了。他昨晚死了。又来了，上次说养母病危，上次说孤儿院断粮，这次连弟弟死都编出来了。阮之威，你这苦肉计真是越来越会演了。别拿亲人开玩笑，这不像你。阮之威，你现在撒谎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不就是昨天角角腿又疼了，我为了让他解气，故意没把那笔钱打给你吗？1天而已，我不信他就死了。是啊，1天而已。可为了凑那笔救命钱，我跪遍了整个医院。他是不想看我再求人。行了，对你的惩罚已经结束了。等下了雪山，我会安排你弟弟去国外治疗。不用了，已经没必要了。别闹了。雪山天冷，角角衣服没带够，把你那件冲锋衣脱下来给角角垫脚。果然，我还要加注。林角角，你还记得当年刚回京圈被人嘲笑出身，是谁一次次挡在你面前吗？这是我弟弟买的，你别弄脏了。志威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已经害过角角一次，还想当着我的面动手吗？放开！我要捡的是我弟弟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。齐霄哥哥，你别误会志威，他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就是太伤心了才会这样，你别怪他。请问哪位是阮之威阮小姐？山下殡仪馆让我转交，说是死者的遗物。这是3年前的那根救命绳，冈仁波齐北空雪崩，我林角角2人被卷下山脊，醒来后林角角双腿残废，所有人都说是我为了自保割断了救命绳。志威，你怎么还留着它？我就说嘛，心虚的人才会保留罪证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罪证，那时我昏迷不醒，是阿迟从救助站替我领回了所有东西，所有人都急着给我定罪，只有阿迟不信。这节绳结他一直收着，说希望有一天能替我洗清冤屈。把它还给我，那是阿迟留下的东西。别再拿你弟弟撒谎当借口，这是证物，绝对不可能交给你。你不是说3年前已经查清了吗？查清了，不代表你有资格碰。那是我弟弟留给我的，还给我！不要！你凭什么拿走他的东西？留给你是让你认清过去，不是让你继续狡辩。狡辩？我需要狡辩什么呢？3年前雪崩时，林角角的左腿被副绳绞住，血流不止，我割的是那根副绳。角角，抓住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齐霄哥哥，是他割断了绳子。不是，角角当时脚被绞住，我是为了救娇娇才割断副绳的。角角不会拿自己的腿撒谎。齐霄，你别生他的气了，他也是太着急了。齐霄，
志伟手都冻成这样了，你让人给他拿件衣服吧。去取备用羽绒服。哎，好的。阮小姐，霍少让您穿上。不用。霍少，这……阿迟，姐姐来接你了。姐姐一定会查清真相，不会让你白死的。不能哭，阮之薇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哭，你的眼泪只会成为他们的赌注。之薇，你知道这3年我最恨什么吗？我最恨你明明害我成了废人，却还能用这双腿走到齐萧哥哥面前。所以今天你跪下来，趴到我脚边。3年前你欠我的那双腿，得用你的尊严来还。别逞强，我没让你跪着推。还挺有骨气啊！霍哥心真软，换我早让他爬着推了。惩罚不是折磨，是为了让他记住错。你那件冲锋衣面料还挺厚的，你弟弟卖了几次血才买得起？够不够我一双鞋的价钱？怎么停了？齐萧，是我不好，我只是想安慰知薇，话说的不对，惹她不高兴了。志薇，给角角道个歉。又是道歉。3年来，不管他怎么刺我，只要他一哭，道歉的永远是我。如果我不道歉呢？你可以试试。齐萧，你别凶他。不道歉也可以。那孤儿院下个月的血迹补给，我会让人重新考虑。对不起。知薇，你声音太小了，这儿风大，我真的没听清。你说什么呢？对不起。知薇，你早这样听话不就好了？瞧见没？到底是阮之薇，嘴上说着不求了，只要霍哥一拿孤儿院威胁，他还不是得乖乖摇尾巴？这就是爱惨了霍哥呗。为了个名分，这女人连尊严都能踩进泥里。看来这1000万我赢定了，他这辈子都逃不出霍哥的手掌心。霍奇霄，我这些年所有的道歉，你真的哪怕有一次是认真听进去过吗？算了，不重要。阮之薇，别再闹脾气了。只要你听话，角角这边的事我可以不再追究。你弟弟的医疗费也不用你再担心，医院那边我会安排人去处理。最好的医生，最好的药，国外的治疗方案也可以谈。霍奇霄，你说的那么轻易，可阿赤他已经连呼吸都不需要了。你别再惹角角不高兴。齐萧，我有点冷，伤口疼得厉害，我们进去吧。好，我们进去。原来这就是他所谓的补偿。原来阿迟的命，在他眼里就这么不值钱。阮小姐您好，您弟弟阮迟的骨灰，请准时来领取。好，骨灰，原来已经是骨灰了。他生前交代过，骨灰一定要亲自交到您手里。他说他还欠您一场回家。姐姐带你回家。阮小姐，霍少有交代，雪夜路滑，您不能离开。我有急事，请让开，让我见他一面，我求你。阮小姐，别为难我们，回帐篷待着，比在这儿吹冷风强。志薇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先喝口热的，暖暖。别动，我看看伤口。阿迟，阿迟在哪儿？别急，骨灰我已经帮你领了。这孩子走之前自己来问过价格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姐姐欠了太多钱，生活太辛苦，他交代我们挑最便宜的坛子就行，千万别给他姐姐添麻烦。
3年前我在救助站第一个找到你时，你也是这样。阿迟，他走的时候留话了吗？他最后那段时间一直在喊什么？他说：“姐姐不是罪人，姐姐不是罪人。”志威，他到死都相信你没有割断那根绳子。他还没回来。哟，霍哥，快看，有男人的外套，还拎着个木口袋回来，这大半夜的戏码熟啊！原来你不是不求我，是换了人求。那是什么？不重要。那又是什么？新道具？我弟弟。阮志威，你编故事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出神入化了。志威，别这样，拿假的骨灰箱开这种玩笑，对你弟弟也不好，太晦气了。行啊，阮志威，连道具都准备的这么齐全，这局我服，我加注1000万，就赌这坛子里装的是面粉。我也跟1000万，比谁转账快。我也跟1000万，我跟1000万，来1000万。拿过来，让我看看。别碰他！阮志威，你到底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拿个假骨灰说是你弟弟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志威，你别这样，齐萧也是担心你。齐萧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小心点，别再摔了。这是真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就是随口说说的。志威，别碰那些脏东西。阿阮，你别捡了。志威，你不是一直说这是你弟弟的骨灰吗？你费尽心机带他来转山，不就是想求神山原谅你的罪吗？你看，现在他也算替你跪过神山了。他在雪里跪得这么整齐，你的罪，神山肯定看见了。霍齐萧，这也是我该赎的罪吗？志威，对不起。齐萧，我腿好疼，刚才轮椅撞到了石头，我感觉骨头都要裂了。我好冷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害怕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就这一眼，我全明白了。3年来，1000多个日夜，只要011皱一下眉，他永远会第一时间丢下我。阿迟，不求了，姐姐带你走。志威，齐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志威刚才那个眼神，他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好害怕。阮志威，站住！给角角道歉。霍齐萧，你看见了吗？我弟弟的骨灰被他碾碎了，洒在这冰天雪地里，被风吹没了。你现在要我给他道歉？对，道歉。只要你现在肯低头道歉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最好的医院，把你弟弟送去国外治疗。你不是一直想嫁给我吗？等下山后，我们就结婚。我说过，霍太太的位置只会是你。等以后有机会再说。3年前，我等这句话等到快疯了，可现在太晚了。阮志威，你去哪儿？回来！阿迟，姐姐带你回家。志威！阮志威，你给我回来！回来！齐萧，志威他怎么能这样？他这是用自己的命在逼你，在折磨你。他从来不欠你们。你说什么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霍先生3年前从血坑里把你拖出来的人是他。不可能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3年前救我的人是角角，是他为了拉住我左腿才被附绳缴费的。这绳子上的水是那个女娃用食指抠进冰缝，生生把你拖上来时留下的。她手指甲全部剥落，血肉模糊，这才保住了你的命。至于林小姐的腿为什么会坏死，你闭嘴！你这个疯和尚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七霄哥哥，你别听他乱说，他一定是阮之薇花钱雇来骗你的。出家人不妄语，左腿不过是皮外伤，是你为了让霍先生一辈子对你愧疚，在病床上用污染的血水故意敷在伤口上，硬生生拖到伤口化脓坏死，逼得医生不得不截肢。七霄哥哥，不是这样的。好疼！醒了，我没死。你命大，下面是积血坡，不是断崖。我巡山回来，刚好从望远镜里看见你滚下来。志威，别再做傻事了。阿迟要是知道你因为他连命都不要了，他在下面也走得不安稳。怎么会这样？阿迟，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？沈燕白，停车！你把他带到哪儿去？把阮之薇还给我！别看了，志威，往前看。披上，你现在的体温很低，再烧下去命就没了。沈燕白，我是不是能去接阿迟回家了？别胡说，膝盖的伤要马上处理，坚持住，到站里再说。你就这么作践自己？这种程度的感染，你是真想截肢吗？3年前阿迟在外面打工，膝盖也受过伤，那时候没钱去医院，我也这么给他包扎。忍着点儿，清早会很疼。这3年磕长头，在雪地里膝盖磨烂了长好了磨。沈燕白，我早就不觉得疼了。别动，再动伤口会裂得更厉害。我的冲锋衣呢？燕白，我的衣服呢？阮之薇，你冷静点儿，那件衣服脏了，回不来了。那是阿赤留给我最后的东西。他买这件衣服的时候跟我说，姐姐穿上它，雪山再冷你都不怕了。阮之薇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现在膝盖严重感染，低烧38度2，手掌全是冻裂伤。你要是现在倒了，倒在回去拿衣服的路上，阮池的骨灰谁来安置？你难道想让他死后都不得安宁吗？姐，你怎么又生病了？快把毛巾盖上。阿迟，你总是这么笨，水又滴进我脖子里了，每次都要我帮你擦。阿迟，别走，姐姐带你回家。是我，沈烟白，别说话了，你安心睡。醒了，烧退到37度2，命暂时保住了。外面什么声音？那位霍大少爷，他在门口站了一早上了，带着一堆他认为能买回良心的东西。他会出来的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那件脏了，换一件。不用。高原天冷，你现在还没退烧。我晓得冷。这3年，我一直都知道。志威，我之前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衣服干了，但里面这道缝合线断了。沈烟白，针线借我用一下。好，在柜子里。帮我补一下这里，这是阿迟走之前亲手帮我缝的一道线。志威，我送你的那些最好的面料、最昂贵的保暖技术，哪怕是1万件，也不是因为贵才暖，那是因为那是阿迟拿命省下来的钱买的。霍启霄，你送的东西太冷了。
破了扔了就行，我再买一双。阮大小姐，你这手是用来弹琴的，不是用来拿这种粗活针的。那不行，这瘦子陪你爬过4座雪山了，旧东西补补还能用。有些东西用久了是有魂的。沈烟白，你说补好了痕迹还在吗？痕迹当然在，但只要针脚够密，它就再也不会裂开了。可人终究不是旧衣服，有些东西碎了，腐得再好，也只是自欺欺人。好了，阿迟留下的东西我帮你接上了。谢谢。他还没走，你现在身体虚，先进去睡一会儿吧。我去跟他说你在休息。志威休息了，你别在这儿费劲了。少了一颗，什么？那串佛珠少了一颗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找了3个小时了，到处都没有。那串珠子不能缺，缺了就不圆满了。我得把它找回来。我答应过他要给他最好的。找不到的，这里的雪崩一次，什么都能来了。霍少，放手吧。他在雪地里找了半天，找不到。找不到了，那颗珠子早就已经和阿迟的骨灰混在一起，被雪埋进地底了。我要先回京处理林角角的事，照顾好他。霍奇霄，过去的8年，我不后悔。阿迟这孩子，心细的让人心疼。他知道这本子对你重要，连防潮都想好了。他总是这样，什么都替我背着，却什么都不跟我说。阿迟，你这傻孩子，明明是我欠你的命。他一直觉得，如果不是为了护了，你当初根本不需要留在霍家受那些罪。林角角康复费47万，国外复健资料翻译费3万2。怎么可能？这些钱霍家不是说是他们出的吗？霍家指定的护理机构补贴，每月8000，已缴36个月。沈烟白，你看，连孤儿院的煤炭，连我上山的4300块路费，全是阿迟出的。3月7号到22号，中间只隔了15天，这种频率，这种量，正规采水机构绝对不会允许。他去的是黑市，他为了补霍奇霄那个所谓的罪，把命都卖了。姐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低血糖，学校课太多了，你别操心我，我多吃点糖就好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每次都说只是低血糖。我这个做姐姐的，竟然真的信了。他不想让你背上心理负担，他知道，如果你知道这些钱的来源，你宁可去死也不会让那些人动。这是他住院后写的。阿迟，你这是在逼姐姐活下去，还是在惩罚姐姐？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姐姐就不用再向霍奇霄低头了。她以前那么骄傲，不能一直跪着。阿迟，你用命换我站起来，可这一夜太沉了，我怎么拿得动？我连为你哭一场的资格都没有，我连你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阿迟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？我好疼啊，阿迟，我的心好疼，疼得快要裂开了。沈大夫，这些换洗的纱布放下，出去，动作轻点。沈烟白，你说黑石采血的地方是不是很脏？他最怕疼。别想了。小时候打预防针要躲在我身后，那么多针头，他怎么受得了？阮志威，喝口温水吧，你的嗓子快冒烟了。不喝，喝下去也会觉得是血的味道。我该怎么帮你，志威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你好受一点。那么多针，一下一下扎在你身上，该有多疼啊！阿迟，你看，
这世界这么白，你流了那么多血，最后连这一片血都染不红，那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志威，风大了，先进屋吧，别冻着了。他又来了。我找遍了整栋旧楼，问了所有的邻居，才找到他住的那间地下室。阮池的出租屋，我去了。那是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我从来不知道他在那种地方住了3年。我也去了殡仪馆，我想帮他换个好点的安置地方。林角角的医药费，这些年所有的钱，哪怕是多出来的，这账本里记录的每一笔，我都会全部还给你。不用还给我。为什么？这是你弟弟拿命换来的，这本就该是你的，哪怕你恨我。人死了，账就平了。你欠我的从来都不是钱，那些钱我弟弟替我还完了，这3年的利息、本金，连同他的命，全都一笔勾销了。我不想再看到你。霍奇霄，别再拿钱去羞辱他。是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阿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走了，3年了，不再回头了。志威，这是在账本夹缝里发现的，你之前可能没注意到。双腿快死与低温暴露时间间过长有关，非外力磕绳直接导致。你看这时间，是3年前事故后的第3天。第3天，那是林角角入院时的原始诊断。阿池早就拿到了，他一直带着这张纸。他知道林角角在撒谎，他知道你背了3年的罪是假的。沈烟白，你是不是想问，他既然拿到了证据，为什么不早点去找霍奇霄？因为没有用，他比我更清楚，霍奇霄那种高高在上的人，怎么会信一个在黑市卖血度日的穷小子？霍奇霄连跪在雪里磕了3年头的我都从未相信过，又怎么相信一张从泥泞里捡回来的纸？在霍奇霄眼里，阿池的命，我的尊严，加起来都抵不过林角角的一滴眼泪。这张纸在他眼里，恐怕只会是阿池为了钱而伪造的。这张纸，阿池能把他从蒙城带到这儿，藏在那种地方，他肯定是拼了命才护住他的。他肯定是希望有一天，你能用上它。这是他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，把它留着。万一以后需要，这是唯一的铁证。不需要了。志威，这能换回你的清白。3年来，你跪在雪里，受了那么多白眼和羞辱，就是为了这根不存在的绳子。现在真相就在这儿，你难道要让它烂在手里？清白，在这个地方，清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阮志威，我不打算拿这个去找他。为什么？仿佛看到了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你怕他不信？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。沈烟白，哪怕他现在跪在我面前磕10000个头，阿池能活过来吗？我碎掉的膝盖能长好吗？他爱林角角，所以林角角说是我的错，他深信不疑。现在阿池死了，我跳了崖，他开始后悔了，所以他才想方设法来补救。他不是在寻找真相，他只是在寻找一个让他自己心里好受点的借口。这张纸拿过去，只会让他觉得，哦，原来他错怪了我，然后他会加倍补偿我。可我不想要他的补偿，我嫌脏。
这是我跟你之间最舒服的地方。他从来不替我做决定，也不觉得我的任何选择需要他的许可。沈烟白，谢谢你。阮小姐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。沈医生，请务必转告阮小姐，霍少在阮池先生生前的出租屋里亲手翻到了另一份诊断单的副本，那份单子被阮池先生藏在床板下面，霍少看到后知道了，他知道了，在阿池的出租屋里，他也翻到了那份真相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助理说，他拿着证据去找林角角了。沈烟白，我出去一下，我想去给阿池点盏酥油灯。阿池，你看，姐姐又来看你了，你还是笑得这么好看。姐姐给你点灯了，这样你就不会怕黑了。阿池，对不起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志伟，是我来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志伟，我都知道了所有的真相。知道了真相又怎么样？阿池再也看不见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我去了蒙城，查了那家医院当年的原始病历，诊断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角角的腿根本不是因为被割断绳子摔坏的，是他自己隐瞒了冻伤时间，为了让你愧疚，为了留在京师，他故意延误了治疗。我还查了救援队的记录，3年前，在那个雪坑边缘，割断主绳想要自救的人是他。他为了不被你拖下去，亲手割断了你腰间的固定绳。你当时差点就被血流卷下深渊，可你这个傻子，你竟然又徒手爬回来，在那种情况下救了他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那根断了的绳子是你割的那一根，但那不是主绳，是缠住他大腿血流不通的副绳。如果不割那一根，他的整条腿在山上就会直接坏死脱落。阮之薇，你当时是在救他，你是在保他的腿啊！他怕我知道他割过你的救命绳，他怕霍家查出他见死不救的本性，所以他先发制人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你头上。而我居然信了，我居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折磨了你整整3年。我当时对不起，志伟，对不起。这1万个长头你还没磕完是不是？剩下的长头我替你磕，我替你还债，我替你在这里向神山请罪，求你别不要我。志伟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霍奇霄，晚了，赎罪不是让你痛，是让你记住错。这句话你教的我刻骨铭心。这3年，在大本营，在转经道，在每一个我磕下头的时候，你都是这么教我的，不是吗？志伟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句话，那你慢慢记住，用一辈子去记住。志伟，别这样，你跟我回去，我用这辈子还你。志伟，求你了。别叫我，你不配叫我的名字。志伟，我以前叫你的时候，你也没回过头，一次都没有。志伟，求你别走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阿池，我们该走了。阮之薇，你回来！从此两不相欠，3年了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会一直跪在这里，
直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。我会等你，一辈子都等你。阿迟，你看，他来了，我替你数着：98、99、100。还是来晚了一步。数完了。声音没了。晕过去了。这100个，他是真把自己往死里磕。你叫人把他抬走吧，留在这儿，弄脏了阿迟点灯的地方。好，我这就给营地那边打电话。风很大，但衣服很暖。阿迟挑的这件厚度真的刚刚好，连一点风都透不进来。谢谢你，燕白。林皎皎走了。霍七霄醒了后，直接下了死命令，让人把他从营地连夜送回了京城。送回去？继续做他的邻家大小姐吗？霍七霄说了，从此以后不许他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在任何关于你的场合。所有的医疗赞助、明月圈的人脉，霍家全部撤回了。林皎皎走之前，哭着问了霍七霄一句话，他还能说什么？他说：“那我这3年的痛算什么？”霍七霄当时就坐在林皎皎病床边的椅子上，只回了3个字。他说：“他也痛。”林皎皎当时疯了，他指着自己的腿喊：“可他还能走，他阮之卫还有一双好腿。”霍七霄沉默了很久，最后他看着林皎皎，那个眼神是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。可他没有家了。家？我早就没有家了。他说的对，我还能走。他走了也好，留在这儿总让我觉得阿迟的墓前不安静。志威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放过自己？阿迟，我来了。我欠你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还。志威，对不起。这点痛算什么？真是个疯子。沈医生，谢谢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怕你死在寺门口没人收尸，影响救助站的日常运转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是啊，我这又是何苦呢？他还在磕，今天已经从雪邦谷口磕到坡下了。跟我没关系。志威，你真的就这么狠心吗？我和他早就没关系了。他那双腿再这么折腾下去，以后就算林皎皎能站起来，他也站不起来了。那是他的事。志威，别再说了。志威，你终于肯看我了。我等了你好久。志威，别走，我只耽误你1分钟。有话快说。孤儿院的冬季补给，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。这是物资清单，棉被、煤炭、抗感冒药都是双倍的，你收下吧。我亲自确认过供货商，质量绝对没问题。你看一下清单，如果还有什么缺的，或者你觉得不好的，我立刻让人换。真的，我保证。谢谢。志威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没有。志威，志威，对不起。志威，今天天转晴了，雪坡那边的土没那么硬。沈烟白，你说他会喜欢这里吗？这是神山脚下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阿迟以前总说蒙城太湿太冷，这儿太阳大，他会喜欢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就这儿吧，这是整个山头向阳时间最长的地方。向阳，好，他最怕冷了，以前冬天连暖气都舍不得多开，总把自己缩成一团。
你的手心冻裂伤还没好，我来挖。不，沈烟白，这3年来，我总是在跪着，在求霍奇霄，在求命。今天，我想亲手给阿迟挖个家。我陪着你，这是我欠他的。阿迟，到家了。别怕，姐姐在。阿迟，这儿暖和。今天，我想亲手给阿迟挖个家。我陪着你，这是我欠他的。石板呢？在这里。慢点，不着急。阿迟，你在这儿看着，姐姐会过得很好。我们走吧。他看到我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半个月了，霍家那边寄来了东西。律师函吗？看来霍奇霄还是觉得那半坛骨灰不够怀拦腰的腿，终于要走法律程序送我去坐牢了。不是告你的阮之薇，他是来还你清白的。他告林角角。霍奇霄委托律所查了所有跟3年前赔偿相关的文件，从医疗记录到每一笔汇款去向。鉴定报告是伪造的。他提交给霍家的等级鉴定，说双腿永久性瘫痪，只要配合康复，半年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。他却篡改成了终身残废。因为这份永久瘫痪的证明，当年的赔偿金额翻了3倍，一共280万，还不算这3年的高额敷料费和生活补贴。3倍，沈燕白280万啊！这些钱每一分都是从阿迟的汗水里泡出来的。他去冰冷的河水里捞沙，一次又一次冻得浑身发紫，就为了填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瘫痪窟窿。我只觉得冷，沈燕白，我觉得这屋子里全是冰。之薇，冷静点，林角角的戏演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全。看看这个，霍奇霄的人在林角角京城住所装了监控。他的腿能走路。他每天深夜都会做腿部训练。这3年来，他白天在霍奇泽面前坐轮椅装可怜，晚上却在自己卧室里活蹦乱跳。3年前我割开副绳是为了保住他的腿，他割开我的固定绳是为了要我的命。他活着，他能走，他拿着阿迟的血汗钱住着豪宅练走路。可阿迟呢？阿迟变成了一堆灰，连个全尸都凑不齐。之薇，霍奇霄已经封锁了他所有的账户，这份律师函发出去，他会因为诈骗罪面临至少10年的刑期。10年够吗？他害死了我弟弟，骗了我整整3年。现在霍奇霄查清了，说要告他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真相回来了，清白回来了，可我的阿迟再也回不来了。霍家的人昨天又来电话了，问你什么时候回京。他们说机票和那边的复健团队都预约好了。退了吧，帮我转告他们，我不回去了。真的决定了，京城有更好的医疗条件，也有你熟悉的生活。沈燕白，在这儿我能睡得着。你要是不嫌我手慢，救助站的救援记录和孤儿院的日常，我想帮你一起管着。怎么会嫌你手慢？我求之不得。正好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有你帮忙太好了。薇姐姐，今天有酥油饼吗？有，还多放了葡萄干，都是你最爱吃的那种。去叫大家洗手，准备开饭。开饭啦，有酥油饼啦！大家跟着我念：山是脊梁，路在脚下。山是脊梁，路在脚下。薇
薇姐姐，你手上的白印子是勋章吗？沈医生说勇敢的人才有勋章。老师，你手上的疤是怎么来的？对，这是姐姐走过漫长风雪留下的勋章。那姐姐一定很勇敢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们勇敢，以后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勋章。你整理的账长比以前那些义务工弄得清楚多了。做事的时候心里很静。沈烟白，我发现高原的日子过得真慢，慢到让我觉得每一秒钟都是我自己的。长得很好，不再渗液了。这层茧以后就是你的保护壳。谢谢你，沈医生。以前觉得这双腿废了才好，现在才发现能自己站稳走路真好。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阿池，姐姐今天吃了一大碗青稞面，还教孩子们写了你的名字。今晚的灯油管够，你慢慢看。芷薇，明天是小扎西的生日，他非吵着要吃你做的肉包子。好啊，我今晚发面，明天一早就给他包。那太好了，小扎西知道了肯定会开心坏的。怎么又起这么早？以前磕长头，眼里只有地上的土，现在我想多看看天。原来高原的日出是真的值得早起看的。赵哥，我真干不动了，咱们在京城吃顿饭的功夫，现在得在这搬一天，再干下去我这条命都要交代在这高原上了。少废话，想回京城就闭嘴。霍哥说了，少办一项当年的事就没完。你要是不想被扔在这喂狼，就赶紧起来干活。志威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门口来了好几个城里来年轻人，看着穿的挺贵，可个个灰头土脸的。我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，别是来闹事的吧？他们来干什么？说是要来做义工，还带了整整几大车的米面、棉被和教材，他们非要往院里搬，拦都拦不住。你快去看看吧，他们就要把整个院子都追满了。孤儿院不需要这么多义工，物资留下，收据我会寄给霍氏，你们科里不欢迎你们。走，我们哪敢走啊？霍哥发了狠，说要把当年在雪山上欠你的账，让我们一笔笔亲手还回来。他说这是我们欠你的，必须亲自来还。赌1000万。我赌他撑不过3天就会跪下求饶。他说那是场罪，既然做了就得来这受苦，把罪孽消了。我们知道错了。阮小姐，以前我没脑子，霍哥这天疯了一样整出圈子里的人，现在全在这些穷山沟堆里转转。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们吧。志威，你就当看不见我们，这些粗活累活交给我们就想求个心安。我们什么都愿意干，只求你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志威，我看他们搬得挺卖力的，仓库里那堆旧木头正愁没人劈呢，还有屋顶的瓦片也该修了，正好让他们。既然是还债，那就让他们干吧，能干多少干多少。行。劈柴我在行，保证给你劈到仓库。劈柴去！好嘞，赵哥，终于不用搬这些破箱子了。这木头也太硬了，霍哥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弄啊！叔叔们在干什么呀？他们在劈柴呢，冬天我们就有暖气啦。志威，有这些壮劳力，咱们这个冬天的柴火可就不愁了。这下孩子们冬天就不会冻着了。别吓到孩子就行，让他们干完活就走吧。我的胳膊真是倒霉透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能站起来吗？累死我了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跟着起哄了。孩子们歇一会儿吧，喝点热水暖暖身子。天凉了，别感冒了。谢谢，麻烦你了。活过来了，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热水。终于快劈完了，希望他能原谅我们。救援队那边最近来了个长期志愿者，听说是自费进组，连补贴都不要。这种活累，海拔又高，一般人待不住。他待住了，不光待住了，还成了救援队里最不要命的一个。听说他每天最早到最晚走，什么危险的活都抢着干，拦都拦不住。霍哥，歇会儿吧，这捆绳子你都拉了3遍了，咱们这是去背物资，又不是去登顶。绳子不能再错一次，真是个死脑筋。算了，别说了，他心里有事儿。
阮小姐，沈大夫，我又来讨水喝了。这鬼地方也就你们俩能待这么久，换别人早跑了。队长辛苦了，这次进山顺利吗？顺倒是顺利，就是队里那个姓霍的先生，真让我开了眼。那霍先生对绳子是真的上心。上次有个新队员图省事儿，随手打了个活结，被他看见了，硬是按着那新兵蛋子的头，让人家拆了重置了4遍。哎，我记得那霍先生以前也是京城来的大老板吧？阮小姐，我看他那意思好像认识你。不太熟。也是，他那种性格，看着就像跟谁都隔着层冰似的，不熟好，不熟清静。那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们。路上小心。知薇阿妈，你刚才骗人！阿妈骗谁了？你说你不认识那个坏脾气叔叔，可是沈大夫说，你说不熟的人其实都是你不想见的人，对不对呀？阿妈，你说不熟的人到底都是谁呀？是像月亮一样白天就消失的人吗？圆圆，有的人见不如不见。写作业，这一页写不完，晚上没面片汤喝。知道了，阿妈。你先擦擦汗，手都冻僵了，还是不行吗？这鬼天气，油管都冻成冰了，油管冻裂了，我得把这一段焊死。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听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？气象预警：冈仁庞吉北坡监测到大规模雪层松动，受强冷空气影响，极容易发生2次雪崩，请所有登山队及营地人员紧急撤离。重复一遍，请所有登山队。雪崩，这可怎么办？报告，北坡突发雪崩，一支牧民家庭在转移途中遭遇流雪，被困在断崖处。救援队全部出动了，我和2个医生先带担架上去，你在站里把输血设备和保温毯全准备好。注意安全，我等你们回来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冷，好冷。这2个是严重冻伤，志愿者快把他们抬到暖气旁，用温水浸泡，千万别直接揉搓。阮姐，山上风太大了，沈大夫他们还在找剩下的牧民。快让开，人快不行了。志威接手，他心率只有40，准备强心针和复温毯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冰？心率太低了，快推强心针。稳住，我们还有时间。不好，断崖发生2次塌下，三组，有救援人员被困在裂缝边缘，支撑不住了，冰层正在碎裂，安全绳承重不够，绳结快脱开了，2个人只有1根主绳。怎么会？不会的，不会有事的。霍哥，不要！他割了自己的副绳，把人推过来了，他掉下去了。我是沈彦白，回话，被困的人呢？位置在哪里？沈大夫，塌陷太快了，人被血流直接带下去了，下面是冰川裂缝，连个影子都看不到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掉下去了？救援队的志愿者，姓霍。志威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别站在这里挡着光。纱布不能缠太紧，否则血流不通。姑娘，那个同志，他救我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小刀。小刀？什么样的小刀？那个同志用刀割了自己身上的绳子，然后大喊着把我推了过来。他掉下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了什么？可是山上的风实在太大了，呼呼的吹，我真的没听清他在喊什么。没关系，听不清就不听了。闭上眼睡吧，睡着了暖和一点就不疼了。志威，你别这样，老队长带人折返了，救援队正在全力搜救。那下面虽然险，但霍奇校有野外生存经验，只要找到背风坡，还有希望。沈彦白，前面的伤员还没处理完，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志威，水真冷啊，冷一点，脑子就清醒了。3年前，我割了绳子，今天他亲手割了自己的副手。霍奇霄，我不求你原谅了。今天
他亲手割了自己的副手。霍奇霄，你终于懂了。知薇阿妈，我在那边坡上摘了好多野菊花，黄灿灿的，可好看了。慢点跑，这坡上滑，摔着了可怎么办？我才不会摔呢，我跑得可快了，沈叔叔都追不上我。就你能耐。这些花是给阿池舅舅的，还有霍叔叔的。阿池舅舅最喜欢黄色的花了，看到这些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阿池舅舅和霍叔叔肯定都会喜欢的。阿池，我带圆圆来看你了，她长高了好多，也越来越懂事了。霍七星上个月走了。好，霍叔叔好，我会好好听知薇阿妈的话，也会帮沈叔叔干活的。没有受什么苦，他是为了救人才落下病根的。圆圆，你要记得。我记得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霍叔叔的。阿妈，为什么给霍叔叔的花是白的，给阿池舅舅的却是黄的呀？因为他这辈子穿的最多的就是黑色和白色，他喜欢素净，不喜欢太鲜艳的颜色，这样就够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沈叔叔应该已经饭做好了。好耶，我要吃沈叔叔做的面片汤。回来了，快进来暖和暖和，外面冷。圆圆今天有没有听话？有没有帮阿妈干活？我当然听话啦，我还帮阿妈摘了好多野菊花呢。今天煮了什么？闻着好香。煮了你爱吃的面片汤，特意去镇上换了新鲜的菠菜，还加了番茄。好耶好耶，我要吃2大碗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放心吧，有我看着呢。我去把桌子收拾一下，准备吃饭。我去储藏物看看这批物资，下个月就要下雪了，得提前清点一下。这批物资昨天就到了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有棉衣、药品，还有不少罐头。好，我去清点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清点完了吗？霍家这次送的棉衣质量很好，都是加厚的，孩子们冬天就不怕冷了。霍奇要走后，他们的物资就再也没有断过。他们心里直过意不去。我从来没有拒收过，也从来没有打过一个感谢电话。我知道，是啊，我每个月都会把孩子们的照片和成绩逼寄绝。先别忙了，饭都快凉了，我给你盛了一碗面片汤，趁热喝。谢谢你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慢点喝，没人跟你抢。锅里还有很多。知道了，你做的汤还是这么好喝。沈叔叔做的面片汤太好吃了，我明天还要吃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没人跟你抢。阿妈吃菠菜，长高高。我们圆圆真乖，圆圆也多吃点，这样才能长得比阿妈还高。我要长得高高的，保护阿妈和沈叔叔。卓玛阿姨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你们坐着歇着吧，我一个人就行。外面风大，别着凉了。没事儿，你看今晚的月亮真亮。是啊，雪山在月光下真的很美。他们现在一定很安静，都会好起来的。都会好起来的。晚上凉，披上吧。谢谢，有你在真好。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慢慢来。知薇老师，这样对吗？确认了，在雪坡下方200米的位置。搜救队找了整整3天3夜，手腕上还缠着那根救绳结，救援队费了很大劲才让他松手。那是他的执念，不是我的。要去送一程吗？遗体暂时停在山下的补给站，明天可能就要运回京城了。我不去了。真的不去了吗？雪山会送他。阿妈，你看，我不松手，它就不散。真聪明，记住这种感觉，在山上。这就是命。知薇阿妈，那个用绳子救人的叔叔，他为什么要一直住在雪山上呀？他不想念面片汤的味道吗？因为雪山需要他呀，他做错了事，所以要留在那里，帮雪山守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那他冷不冷呀？他不冷，他会在雪山上一直看着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去吧。风大，别着凉了。谢谢你，沈大夫。不用谢，孩子们都安顿好了，睡得很沉。这件衣服是阿池挑的，他挑的这件厚度刚刚好。他们一定都希望你好好的。阿池，我知道你一直在，我会带着孩子们好好活下去的。知薇阿妈，你看我编的平安结比上次的紧多啦。真棒，以后你也能当小救援队员了。叔叔，我们又来看你了。今天阿妈教我们打了新的绳结，我教你好不好？昨天镇上的银匠打好的，缝在你冲锋衣的补丁上，就不会再开线了。原来
这就是世界的尽头。志威，别怕，有我在。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雪就会停了，雪山的余温会一直陪着我们，会一直留在我们心里。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看漫山的格桑花。